在巴赫穆特战败后，拜登政府在援乌 F-16战机一事上放开口子，此举在美国国内还是引起了一片异议之声，甚至连美国空军的一把手空军部长肯德尔也批评欧洲草率推动 F-16援乌的政策。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乌军在巴赫穆特战败后，迫于越来越大的压力，拜登政府最后还是被迫同意对欧洲国家援助乌克兰 F-16战机一事放开口子，同时还将允许协助训练乌克兰飞行员熟悉西方战机。但是拜登政府的做法和欧洲国家执意推动援乌 F-16战机的举动，实际上还是引起了美国国内一片异议之声，甚至连美国空军的一把手空军部长肯德尔也批评欧洲草率推动 F-16援乌的政策。当前乌克兰空军基本上在俄军的轮番打击下损失惨重，即便是有其他北约国家向其提供了部分苏系战机，面对俄罗斯空天军，乌克兰空军无论是在飞机性能和体系作战方面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两者实力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乌军也就是只能将战机当作对地攻击机，挂载导弹从防区外打击俄军的地面目标，以袭扰打击为主，根本不敢与俄空天军进行空中决战。毕竟此举和自杀无异，所以在无法掌控制空权的情况下，乌军地面部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俄军的空中力量对乌克兰纵深的战略战术和地面部队等目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不仅重创了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还打击了其军心、民心、士气，而且被寄予厚望的地面防空部队也被俄罗斯空天军反复蹂躏。尽管击落了一些俄军战机，但是其防御能力根本无法满足战场需求。而欧洲部分国家如荷兰、丹麦、挪威也开始打其自身退役封存的 F-16A 战机主意，他们想要将这些 F-16A 提供给乌空军，助力其抗击俄空中力量。法国也同意协助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西方先进战机的培训，而乌克兰也是不断要求美国批准援助其先进战机的草案。欧洲国家装备的 F-16战机要想对外赠送，必须要经过美国的许可，只要美国不点头，欧洲国家就没法向乌克兰提供 F-16。但现在随着美国批准，援助乌克兰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阻碍了。当然，美国国内的反对舆论则认为，将 F-16提供给乌克兰的做法无济于事，还会砸了美制武器的招牌。在俄乌冲突这样的高烈度战场上，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对于美国本身而言就有很大的风险。F-16这种战机是经典的单发先进战机，生产了4000多架，有20多个国家采购，也是美制先进战机的外贸代表武器。而在俄乌冲突这样的高强度战场上，即便是俄空天军的苏35战机都有被击落的例子，残骸最后还被美方获取研究。那么 F-16战机下场参战同样也无法免俗，一旦参战肯定会出现战损情况，不仅战斗机有可能落入俄罗斯手中导致泄密等风险，而且 F-16战机若出现战场上的损失，那么无异于砸了美制武器的招牌，以后在国际市场上还 F-16怎么销售？欧洲国家怂恿送 F-16战机，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为什么他们自己更先进的阵风、台风战机不向乌克兰提供呢？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也批评，称向乌克兰交付的 F-16战机能否在根本上改变战争局势，他是怀疑的。而且现在因为战局的紧迫，原本按照美军将领说法，乌军飞行员至少需要受训2年才能够形成完整战力。不过2年后战争怕是早结束了，因此美国空军称乌军飞行员受训4个月便可驾机参战，这些 F-16只允许在乌克兰境内部署。此举令人大跌眼镜，4月训练时间能够学啥的？摆明了就是让乌军飞行员前来白给送死的。当然，从美方此举侧面也表明，美方希望掌握这批乌军 F-16指挥权，
免得全部交回乌军。乌军趁机飞行员驾驶 F-16偷袭俄罗斯本土纵深，以激化俄美矛盾，并且导致冲突。乌克兰借此可以将美国牵扯进来，来一出驱虎吞狼之计。而现在，既然乌军没有充足的时间熟悉 F-16，在 F-16参战期间，可不就需要美方的全程协助？就这半桶水乱晃的水平，根本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死了这批 F-16在乌军手中能够发挥的实质作用。那么这样的话，提供给乌克兰 F-16实际上对战局起到的作用也将是极为有限的。而且考虑到俄罗斯现在正在加大力度生产苏57隐形战机交付部队，即便是美军要求乌军的 F-16在西部地区活动，但俄军的隐形机仍旧能够通过地面雷达和预警机、无人机组成的监测体系提供的情报潜入乌西纵深猎杀 F-16。